此前九湖师伯言说了那只狐妖之事，李长寿给九湖出了一条计策。这个计策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杜仙门暗中放出消息，让这一族知道此妖狐此时安好，因在南赡部洲开花楼，纵容一些妖族吸纳凡人阳气以修行，从而被一家人教道成给抓了起来。计策虽然简单，但是效果却是十分不错。点明这狐妖安好无损，便是让此事不至于闹大。但那些妖族四处探访这几家人教道成，各被告知并未抓过什么狐妖，一步步排查下来，最后自然会寻来渡仙门。而这批妖族来渡仙门之前，也好好的了解了一下渡仙门，知道这家仙门虽然是在东胜神州，但是曾得人教玄都大法师庇护，根脚非同小可，故这些妖族也是十分的收敛。他们远在2000里外的仙门边界线就停下了木船，派了几名天仙境的男女向前，远远的就说明来意，又给了李长寿一种别开枪，我们是来赎回俘虏的这种即视感。后面的事呢也进行的还算顺利。渡仙门早已经暗中的查看了那狐妖，发现对方只是在地下牢笼中清修，修为境界比刚关进来的时候还强了很多。有赏罚殿的执事提前通知了这狐妖，不日便会有他族人前来接他。山门前，待这些妖族上前奉上礼物，说了些好话。渡仙门几位长老沉吟几声，有些为难，让这些妖族立誓许诺，这狐妖今后不会再为恶。如此折腾了一阵，走了走过场，在不少渡仙门门人的注视之下，那狐妖被几位门内执事放出了地脉囚笼。这狐妖似乎来头不小，那些妖族见了他顿时一阵欢腾，有不少女妖还喜极而泣。本来这件事呢也就该告一段落了，但出乎双方所有人预料的是，我可以加入渡仙门吗？那狐妖小声问着，目光竟然是那般纯澈，整个人发出了一股清灵气息，本身的妖气反倒不多。躲在人群中的李长寿心底突然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。这，一名长老皱眉道：道友，我渡仙门是人教道成，只收人族弟子。我可做那护山灵兽，也愿做那扫地的侍女。这只刚被放出来的狐妖言语之中带着几分迫切，在他族人们不解的目光中，他在云上向前快走几步，凤目流露出几分哀求。若都不可，请让我再见到当年将我抓来此地道长一面，我有一些话要对他言说。啊？道长？哪个道长？山门前，身着青色长裙的妖族女子静静而立，3000青丝如瀑落下，由内而外的散发着柔弱之感。但等她说出那句话，不仅渡仙门众仙一头雾水，他身后背景复杂之妖也是一个个竖起耳朵。咋回事？有问题啊！而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长寿，此刻心底念头急转，立刻泛起了这妖族女子会不会是被人控制了心神的怀疑。这狐妖之事，李长寿自然不会记错。那次蒯司道人算计自家师父，故意调自己师父去俗世大城之中，李长寿代师父约誓，在那座大城之中抓到的此妖。事后也发现，这狐妖收留了被蒯司道人买通的杀手蜈蚣精，也算是歪打正着。因狐妖身上有功德，渡仙门并未出手斩他，而是将他镇压在了山门之外的荒山地下。李长寿掐指推算，仔细的回想，自己假扮师父和九湖师伯抓着妖族女子时，他是一个花楼的掌柜，拿着一支玉制的烟杆，高挑的身段，妖娆的曲线，明明是霸气外露的花楼掌柜。随后李长寿与这个妖族女子接触了几次，他也展露了奸诈险恶的妖族本性。最初他被擒拿时，还趁机用媚术算计九湖师伯，让李长寿不得不将老板白眉老了图献给了门内。今天怎么就这样了？装的吗？
想把事情搞大。李长寿躲在人群当中，仔细地盯着这个狐妖，很快就发现对方要么是真的演技过人，要么就是真的因为有某种原因，对九巫师伯或者自己假扮的师傅一见倾心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山门处安静了片刻，内外都陷入了某种尴尬，只有那只狐妖带着几分急迫，不觉得他自己所说有什么不对。怎么回事啊？山门另一侧九字九仙排位第4的九师此刻突然出声，顿时一道道目光汇聚过去，先是落在了端庄得体美丽大方的九师身上，随之又将目光下移，挪去了旁边身高5尺半的矮道人。一群渡仙门的仙人顿时面露恍然。有杀气。九巫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，急得猛拍大腿，忙道：可不是这般啊，可不是这般。我跟这妖族女子毫无牵扯，当时确实是我跟奇缘师弟将她抓回来，但抓回来之后啊，就把她镇压在了地下。我只去过1、2次查看她的状况，话都没说过几句。几位长老，几位赏罚殿长老都可以作证。听闻九巫的呼喊，一旁有几位白发老者齐齐负手望天，保持着风轻云淡。九师银牙轻咬，但是这么多人在，他也顾念自家道里的面子，忍着没有发火。正此时，那狐妖再次开口，却是喃喃道：奇缘，可以让我再见见这位奇缘道长吗？我有些话想对他言说。九巫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差点就给这位狐妖奶奶当场刻一个谢过不杀之恩。原本还想看热闹的仙人们，此刻却都是面面相觑。若狐妖看上了门内执事九巫，那也就罢了，多多少少还能解释得过去。九巫的师傅是金仙，九巫自身修成天仙，也是十拿九稳之士，会办事儿，善交际，而且稍微的忽略一下他的年龄，4舍5不入，那也是眉清目秀一少年呐。个头方面也能称得上是别致2字。但是奇缘，渡仙门门内唯一的谪仙，这不人教啊，明显不人教啊。奇缘师弟有这般魅力吗？了不得呀，了不得！要不要喊奇缘师侄过来一趟啊？不少渡仙门仙人纷纷开口，大多都感觉新奇，而九狐却赶忙看向李长寿。这对师伯师侄一阵挤眉弄眼，眼神交流。长寿啊，你干哈了？是我师父干哈了才对啊！你真当你师伯我那么傻呀？当日不就是你假扮的你师父吗？你可注意着点啊！我石师妹入门就常住你小穷疯了。李长寿顿时一阵头大，只给了九巫一个无奈的眼神，让九巫稍安勿躁。现在只能一个字：拖。无论这个妖族女子的目的是什么，都不能让事情肆意发展下去。李长寿清了清嗓子，在人群中稍微飞高半尺，对着山门外尴尬的一笑，言道：这位前辈啊，我师父正在闭关，不如您随自己族人先行回返，待我师父出关之后，此事再谈。那妖族女子轻轻地眨了眨眼，顿时露出了一种就满是慈爱的微笑。你是他弟子吗？有门内长老立刻介绍：这是我渡仙门弟子李长寿，是奇缘师侄的大弟子。妖族女子向前半步，喜道：那我可以喊你一声寿儿吗？你师父收的弟子都是这般不凡的。李长寿的额头瞬间就挂满了黑线，右手缩回了袖子当中，握住了一把刻刀。算，马上就开始算一下我当场扬了这些妖族，我要承担多少因果。到了此刻，这妖族女子身后那几名天仙境的妖族，终于有一女子站了出来，忙问：小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被那些人教中人施了什么咒法？大胆！一位脾气暴躁的渡仙门长老竖眉瞪眼喝骂：
我杜仙门乃人教道成传太清无为大道，如何会做这般伎俩？当日若非他有功德护身，应是祖上曾对我人族有恩，贫道岂能容他在俗世为祸？笑话！一妖族男子冷然道：你们明明是看我家小妹功德护体，斩之就增业障，竟还敢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！人族炼气士当真是为了面皮，什么都敢做！咚的一声，万里云长老拄着铜皮拐杖缓缓前行，他前方的2名渡仙门长老立刻朝着左右让开。这老爷子拄着拐杖，凭空走出2步，出了山门，没什么神采的双眼扫过这几个人，淡然道：我来斩。霎时间，那几名妖族如临大敌，将那个叫小兰的女妖藏在身后，一个个满是警惕地看着万凌云。修为稍弱的那一对妖族男女身体都在不断的轻颤。远处木船上道道身影冲天而起，有金仙境大妖的威压横空而来，朝着渡仙门席卷。但这个威压有些斑驳，显然是道境不够纯粹。渡仙门中3位金仙高手的威压随之爆发，反朝着这群妖族压去。一男妖高呼：快去请咱家老祖！局势顿时就要急转直下。渡仙门内聚集在山门各处的众仙人齐齐就要抱起发难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被扬。李长寿在旁眉头轻皱，这般打起来对渡仙门委实是不利啊。他立刻就要对万灵云长老传声劝说，但是话还没出口，就被刚放出来的狐妖小兰突然有些凄厉地喊了一声：不要！这一声呼喊若杜鹃啼血，让已经拉开架势摩拳擦掌的双方顿时停下了动作。这狐女悠悠一叹，在族人的护持下，修长鲜美的双腿弯曲，径直在空中跪伏，对着渡仙门叩首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汉中离开族地，流连红尘俗世，又纵容依附我的几只精怪为祸，我甘愿受渡仙门再300年囚禁，但可否让我再见一眼他？我已是对他起了魔，有了障，此生再无旁愿，只想与他恩爱厮守，白骨共迎，远离大道事，以正结缘心。他这番话若是被阐教道成听去，必是一群老道大呼妖孽受死；若是被截教道成听去，大概就是被一群男女拉着入伙。但是今日却是被人教道成听去了。人教道成那是出了名的道侣成风啊，狐妖话语中的卑微与痴情，让在场半数的渡仙门之人为之动容。九巫沉吟几声，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：你与我奇缘师弟不过见面数次，又如何会有这般魔障？若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今日我自不会让你见到我奇缘师弟。这个问题也是问到了要害处，那些妖族来人也连忙问了几句。当下狐女轻叹，跌坐在空中，双目无神的低喃：那让我为这位道长与奇缘道长所擒，找准机会以我族血脉神通魅惑之法算计，说话这位道长丑态百出，但奇缘道长却不为所动，还只是用一幅画作就解了我的媚术。狐女说起往事，周遭都是一片安静，只听她在那儿缓缓倾诉。九巫身旁一只仙手不动声色的就探了过来，抓住她的耳朵狠狠一拽。这矮道人的眼泪都下来了，就听九师传声骂道：哼，丑态百出，回去给我好好解释。九巫一阵尴尬，连连拱手赔礼。又听狐女话语渐转：后将我关在地底，我心底对奇缘道长还有怨怼。不知多久，他突然现身来见我，让我立下誓言，不因此事报复针对渡仙门任何一个人。我当时自是答应下来，又气不过，便对他全力施展媚术，但得来的只有略微有些讽刺的笑容。就是这个笑容，
让我心底泛起了不服的念头。此后苦心修行神通，定要让这个男人拜倒在我面前。我当时如此想着。人群之中，已经不着痕迹地退到了角落的李长寿，此刻也是暗中点头，这事儿就是他做的，没错。后来，就在我神通再有进展时，他很快又出现在了我面前。就在那地下室阴暗的囚牢中，与我隔着几层禁制。他当时对我笑了一下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这个笑容既轻松又惬意。他问我能否用我的媚术神通试试他此时道心是否坚固。我暗道荒唐，却是趁机出手，全力催动神通魅惑他心神。可他一妖族女子大惊，忙问：他莫非兽性大发？狐女痴痴的一笑，他竟在囚牢之外拿了一支书简，不断写画画，还对我的媚术指点了几句。他低头写字时的样子，我至今都能为忘却半分。我当时就想，世上怎会有这般男子，对我就没有半点奇念。角落中的李长寿，有，当时真的有起念，只是我的白眉老了系列图，他的劲儿更大吧。狐女说的这些都是炼制心火烧那一段时期发生之事。李长寿当时考虑周全了所有的情况，却是真的没有想到，是这狐妖本身竟然出了错漏。这可咋办呢？扬了呗，那就只能扬了呗。当时为了研究心火烧仙石毒丹，在师傅的允许之下，用师傅的形象去见的这头狐妖。那几个月去了几次，我也没发现这狐妖有什么异样啊。